去年一年啊，这个网红圈里就特流行一事儿，叫做把东方美学带到欧洲，穿个马面裙上国外一顿暴走，老外就咔咔驻足拍照，国人就咔咔竖大拇哥点赞。但我总觉得哈，这个事儿真的是这样吗？咱中国的文化究竟是不是真的传遍欧洲了？那些老外又是真的了解、真的喜欢吗？于是带着这个问题，我就直接坐上了去法国的飞机。12个小时以后，我就到了巴黎。刚进机场的时候，我就还挺惊讶的。因为机场的各种指示牌全部都是带中文的，而且是除了英语外唯一的外语，整个入关的流程就很顺畅。即使像我这样第一次来，一点法语都不会说，也完全 OK。但当我们到了巴黎市里，一切就开始变得陌生了。昏黄的路灯，看不懂的涂鸦，满大街都是3个面的奥斯曼建筑，只有赶地铁的上班族还和国内一样行色匆匆。吃完酒店给我准备的马卡龙，天也亮了，我们就直奔巴黎13区的唐人街。别忘了，我们可是有任务的。因为法国是欧洲华人最多的国家，唐人街又是巴黎华人最多的地方，所以我想着在这儿采访，应该效果还是挺不错的吧。第一个抓到的是一位法国奶爸，和他爱人一块儿人手一杯奶茶。嗨，又在嗨哦，就那个鹿角茶。他曾经因为工作在上海待过2年，所以对中国文化的了解还是比较多的。The lion dancing is a parade. It's on the 10th of February. 但当我问他是否觉得中国文化在法国传播的很好，他的答案是还比较有限。这在法国的大城市很常见，但在大城市之外就比较困难了。所以呢，我们遇到的第2个帅哥就是专门从法国南部搬来唐人街住的。I choose this side of Paris because I like the culture, the shops, the restaurants. 但当我进一步追问我们中国人该怎么做才能让更多的欧洲人知道我们的文化呢？他们却说 The Chinese culture is already like implanted in France, so there's no need like to push it more. I think. No need. Yeah, I don't think there's need to push it more. Like it's already there. 而后面采访的几个人，即使住在唐人街，他们甚至说不出一个中国新年的年俗。正如这位在巴黎开奶茶店的温州女孩所说。中国文化，我觉得输出最厉害的可能还是中国美食。你看韩流有 K-pop， 日本那个漫画是一点，但是你真正的融入到法国人的生活中，然后并且得到尊重，我觉得是没有的。到了晚上，我又去了一个灯会。真的建得挺漂亮，来的外国人也挺多。除了大同专门请来的削面师傅，你还能看到变脸，看到唢呐，看到对除了北京、上海以外小众城市的宣传，甚至还有求妈妈带他来看龙的法国小朋友。但我总觉得还是不太够，因为我们明明还有傩戏、有莺歌舞、有油纸伞。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我们的文化更含蓄、更重意境和心灵生活，也更需要花时间深入了解，所以反而在传播上有一些障碍呢？于是带着这个问题，第2天我又开始体验法国文化。作为曾经的凡尔赛之王，第1站我就去了凡尔赛宫，真的和课本里说的一样，极尽奢华，到处都是那种极高极华丽的穹顶和各种名画。国王为了安全，在这种地方都不能和自己的王后同床，可能真的是物极必反吧。这里有点压抑，当然真的拥有了一切，大概反而会因为害怕失去，吓得睡不着。接着我们又去了卢浮宫，看了断臂维纳斯和蒙娜丽莎的微笑，我们就终于登上了埃菲尔铁塔。除了能把城市风景尽收眼底，来杯热红酒在这里微醺一下，也真是挺舒服的。在我看来，巴黎这座城市的魅力主要就是艺术之美，即使离开了美术馆，来到商业街，街道上的每一处也都像是画一样。那既然出国了，肯定不能空手回去呀。当我逛到兰蔻的时候，我发现这个礼盒还挺不错，长得像个炮竹似的，挺漂亮。关键前2天在法国看见的东西它都集齐了，你看看龙、玫瑰、铁塔、苍竹，就很应景，你懂不？里面呢是最经典的守护天使兰蔻小黑瓶，靠它吻一吻皮肤就能收获最贴心的守护。包装好看，内容给力，中西结合，寓意还好，哪儿找这么好的新年礼物啊？行了，就它了。选完礼物啊，我还想唠唠法国的吃的。去了一个据说很著名的开在火车站里的列车餐厅，但这个白人饭啊，真的是让人一言难尽。面包上倒酒加奶油，鹅肝又腥又腻，明明这儿才是原产地啊，但真的还不如我上次在安徽吃的鹅肝好吃呢。服务员还老赖问我怎么样，出于礼貌，我也只能对。然后呢，我又去吃了一顿麦当劳，我心说这应该不会太踩雷了吧。结果因为看不懂法文，点了个羊肉卷，给我膻的好像羊尿上面。但是吧，这甜品和咖啡确实不错，就跟国内喜欢挂明星网红照片似的。他们这边的咖啡馆一般喜欢用海明威、毕加索来过当做噱头。一开始我也觉着他们来过又咋的呀？但是真的去了以后，你就静静坐在这儿，喝一杯，
或者吃个马卡龙，看着川流不息的街道和古典华美的建筑。如果我是艺术家，也很难没有灵感。所以说呀，还是文山老师的歌词写的好，寥寥几句话就写出来我眼中巴黎的精华。这座城市真的太适合慢慢溜达，它根本就不需要我描述，美自己就走进你的眼前。傍晚的时候呢，我又去旺达姆宫参加了一个中法交流会，原本还让我上台发言呢，但是我真的觉得我不配，我也还没消化好，得先听听人家说什么。听着毛戈平老师讲述他是如何把故宫的元素化作创作灵感，让中国的美妆产品走向世界，看着法国的设计师讲述巴黎的时尚环境又是如何影响了他的设计之路，我才意识到文化的传播真的是需要环境。如果外国友人不近距离来中国看看，待上几天，他们所接受到的信息也大概率是片面碎片化，也就不存在真正的上限。而让东方美学走进欧洲的意义，就是我们中国的年轻人在用自己的行动打前阵，打破一些傲慢与偏见，让更多的外国友人愿意迈出了解中国的第一步。而更重要的是，想要真正输出我们的文化，我们自己从实力上和心态上也都要做到足够强大、足够自信、足够平和。当我们自己还觉得自己的家乡不值得被看见，当我们自己还对家乡的文化没有那么了解，又何谈交流与输出呢？新的一年，当我们迎接八方来客的时候，希望我们更能做好自己，从容不迫。